传承1000年的鸬鹚捕鱼，一天可以捕20斤，如今却被严令禁止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鸬鹚捕鱼是有什么危害吗？近些年，我国一直都严厉打击非法捕鱼行为，例如钓鱼或是泥鳅捕鱼，这些行为都会对自然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，因此被禁止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然而，令人没想到的是，在我国流传了1000年之久的鸬鹚捕鱼，竟然也会被严令禁止。按理来说，这样一种古老的捕鱼方式，人们更应该进行传承，如今却频频遭到阻拦。而这件事情在网络上也引起了不小的关注，同时也有人提出了疑问：鸬鹚捕鱼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捕鱼方式呢？其实，鸬鹚是一种大型水鸟，主要以鱼类为食，因此它们就进化出了强大的潜水能力。这种能力与其他鸟类相比都是非常特殊的，并且鸬鹚还十分擅长团队作战。在遇到无法独立捕食的猎物时，它们通常都会一起合作将猎物拖出水面。更重要的是，鸬鹚的捕鱼能力非常突出，能够轻松地捕食到很多食物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人们发现了鸬鹚的特殊能力，便开始对它们进行系统的训练。而这种方式的捕鱼效率非常高，所以便流传至今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训练鸬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为了防止它们将鱼类吞下去，人们都会在其脖子上套一个绳子，这样一来，它们就只能选择将嘴里的鱼吐到岸上。为了激励鸬鹚好好工作，它们的主人还会适当的给一些奖励，这样一来，鸬鹚也会更卖力的进行捕鱼。时间一长，鸬鹚便形成了这样的条件反射，认为只有卖力的给主人捕鱼才能够获得足够的食物，否则就会被其他更年轻的鸬鹚所代替。既然鸬鹚捕鱼已经流传了上千年的时间，那么为何又会被禁止呢？虽然以前的人们常常会训练鸬鹚进行捕鱼，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这种捕鱼方式确实已经不适合继续使用了。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？要知道，鸬鹚作为一种大型水鸟，鱼类在它们眼中仅仅只是用来填饱肚子的食物罢了，并且无论大鱼还是小鱼，在它们眼中都没有什么区别。因此，就算是刚出生不久的鱼苗，也很容易被鸬鹚全部捉走。然而，这种行为虽然听上去没有什么问题，但对于鱼类来说，却有着致命的打击，从根本上阻断了鱼类繁衍后代的机会。所以，这种捕鱼方式的本质与电鱼并没有什么区别，因此被禁止也是情有可原的事情。更重要的是，虽然自然界中的鱼类大多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品种，但其中也不乏一些比较稀少的珍贵鱼类，而鸬鹚并不会因为它们数量稀少就嘴下留情，因此用鸬鹚捕鱼就会导致一些珍稀鱼类的生存状况更加艰难。这样看来，禁止鸬鹚捕鱼确实是一件正确的事情。除此之外，鸬鹚在以前的时候十分常见，但如今的数量却越来越少。国家为了不让它们灭绝，便将其列为了国家2级保护动物，不再允许私人随意饲养，一旦被发现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。不过这并不代表鸬鹚捕鱼会在我国彻底消失，有一些渔民经过审批后能够获得饲养鸬鹚的机会。虽然依旧不能私自进行鸬鹚捕鱼，但是在某些特定的场合，鸬鹚捕鱼也是会出现在人们眼前的。鸬鹚捕鱼被我国严令禁止，但是在日本却被大力推广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由于鸬鹚捕鱼在我国属于传统技艺，所以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继续学习这项技术，尤其是在被禁止以后，鸬鹚捕鱼更是不被人们看好，因此这项传统技艺如今面临着即将失传的困境。然而在日本，鸬鹚捕鱼的名气却越来越大，甚至延伸出了一套产业链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在每年固定的时间内，日本都会定期举办鸬鹚捕鱼的活动，并且每年参与的人都不在少数。如此大力发展这项产业，让很多人都认为鸬鹚捕鱼是属于日本的传统技艺，而他们也并没有出面澄清，甚至想要将鸬鹚捕鱼纳入日本的非遗传统文化中。这样的行为实在是令人不齿。不过让我们感到疑惑的是，鸬鹚属于保护动物的一种，为什么日本人没有进行保护呢？其实这是因为日本使用的鸬鹚品种与我国的完全不同，那是一种数量比较多的鸬鹚，并不会影响保护动物的生存状态，并且在日本并没有人专门用鸬鹚进行捕鱼活动，更多的是将其当成一种表演形式，所以也不会对鱼类的生存造成影响。因此日本想要将鸬鹚捕鱼继续发展下去也无可厚非。不过就算是这样，他们想要将中国传统文化占为己有的做法还是让人无法理解的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曲普文新征稿了。